它是美国目前唯一的全建制空降部队，它被美国评价为美国仪仗队，它是美中央集团军总部下辖陆军4个快速反应师之一，它就是第82空降师。做视频不易，各位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917年8月25号，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需要，来自美国全部48个州的兵员集结到位后，第82步兵师正式组建，全美师也成为该师的另一个称呼。1918年春天，第82步兵师奉命远征欧洲，在欧洲的数次重大战役中，军对德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该师也在一战结束后被转为后备一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美国将第82步兵师重新划入到现役部队，并且出于环境因素和作战的考虑，1942年8月15号，第82步兵师正式更名为第82空降师，成为一支空降作战部队。1943年，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萨莱诺的战事中，第82空降师的伞降和机降作战为盟军在意大利战场上的推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44年，第82空降师奉命参加了市场花园行动。在这一史上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中，由于该师充分的战前准备，使得该师在霸王行动中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从而为诺曼底登陆的成功贡献了关键力量。之后，第82空降师被划入第18空降军麾下。1944年12月，第82空降师在阿登战役中再次采取灵活高效的空降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8年11月，第82空降师被美军划分为战备陆军师，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布雷格堡。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于应对突发事件的考虑，在远东、巴拿马、阿拉斯加和美国本土的各种环境下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演习，成为第82空降师的日常生活。1965年4月，该师奉命介入多米尼加共和国内乱期间，展现出了不俗的战斗力。而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挽救局势，驻扎在美国本土的第82空降师在被紧急调派后，一度使美军的战线得以稳定下来。20世纪70年代，第82空降师被部署到中东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1983年10月，在格林纳达战役中，第82空降师只用了不足1个月的时间，就以快速高效的战术取得了胜利。1989年12月，第82空降师在巴拿马战争中再次凭借伞降作战取得了骄人的战绩。1991年，在海湾战争的兵力集结阶段，第82空降师不仅成为第一支到达海湾的部队，也随后与各美军部队的协同作战中取得了不俗的战果。而后来在1993年介入索马里的作战中，该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的第82空降师隶属于美第18空降军，驻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格堡，绰号全美国人，是美军现役部队中唯一可以通过伞降进入作战地区的全建制师。不仅具有很强的机动作战能力，而且一般会和空军编为陆空联合特遣部队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些情况下，海军战舰和海军航空兵也会对其进行支援。根据美军1987年公布的资料，第82空降师在仿照轻型步兵师改革后，全师人数编制为13000人，下辖2个伞降旅，每个旅下辖3个伞降步兵营，1个航空旅下辖2个营1个中队，1个空降旅下辖3个空降步兵营，1个空降野战炮兵团下辖3个空降野战炮兵营，以及其他直属分队等。第82空降师是美中央总部下辖陆军4个快速反应师之一，可快速部署至全世界任意地区。该师可以完成战略、战役和战术多种任务，而且由于战略机动能力一直是该师的长处，所以一直在美国本土担任战略预备队，也是该师的主要任务。第82空降师之所以在世界空降部队中久负盛名，主要在于该部队高强度、与众不同和接近真实的军事训练。该师的主要军事训练，一是采用轮训制度，为了能够保证军事训练、保障全师日常生活和战备值班这3大任务的有效执行，第82空降师采用了一种1/3轮训制度，大致内容就是把全师兵力划分为3部分，在每一天都可以有1/3的部队进行训练，确保部队战斗力和部队的作战能力，保证作战训练。1/3的部队做好战斗值班，随时准备对全球任意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作出反应，保证战备值班。
1/3的部队进行保障，确保全师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这种轮换制度可以使全师在每一年都能够得到相同强度和相同时间的任务。2是远离营房训练。作为一支需要快速反应的空降部队，气候和地形是第82空降师要执行各种军事行动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必须在收到命令后的18小时内到达全球任意地方。所以，出于要在不同环境中进行作战的需要，第82空降师不仅会在美国本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而且会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训练。3是实弹演习。第82空降师不仅会在不同环境中进行训练，还会在此期间进行实弹演习。单是1996年和1997年，该师下辖的部队就分别参加了3次大规模演习作战。而通过这些演习，第82空降师也得以提升和检验了部队空中突击、反装甲作战、夺占机场、空降行动等不同战斗行动的作战能力。4是进行应急部署行动。应急部署行动已经成为第82空降师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都不会做事先通知。比如1996年，该师下辖的部队就2次被临时部署到相关地区，执行对应的相关任务。这种训练也使得该师的快速反应能力得以提高。5是实施单科课程训练。为了训练出现代化的多技能士兵，第82空降师从1996年4月开始就建设了许多专项训练设施，以此来确保专项技能的培养。而且为了确保有效学习单科课程，该师在全国的训练设施训练中心充分使用的基础上，还在布雷格堡建立了数十个的现代化伞降场、靶场和较大规模的模型城镇，让各部队可以进行跳伞射击和城市作战训练，借此来训练出各种作战专家。第82空降师的主要作战原则包括统一指挥、协调作战、对重点目标实施作战，通过战场隐蔽保障作战的突然性，以此提高空降作战的成功率。为了提高生存能力，要避免大规模集体空降，保障空降的后勤支援。该部队的作战优势包括战备程度高、快速反应能力强、多兵种协调程度高、独立作战能力强、夜视装备多、夜战能力强、3位一体编制、攻守兼备，适应多地形作战，而且可以垂直实施空降突袭，隐蔽极高，突然性强。而该部队的劣势呢也有：空降不集中，不能大规模的进入战斗，兵力无法一次性集结，易被分割包围，机动能力受空降作战所限，由于只配备少量重型武器，导致反装甲能力不足，缺乏相应的通信设备，信息传递能力差。总结来看，第82空降师的优势和劣势呈现两极化，但是优劣都是相对而且暂时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随着军事水平的不断提升，现在的劣势到未来也可能就不会是劣势了，也有可能会变为优势。所以需要用变化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第82空降师的优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